大家好，我是老 K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第一次听说爱石头这个品牌啊，还是因为他家推出的 F187，当时仅售99的价格和优秀的数字啊，可以说是早期的卷王了，也确定了爱石头走性价比路线的品牌基调。在前段时间，爱石头在自家 AL87的基础上，又推出了一个 RGB 版本，在铝合金的外壳上做了电泳涂层，整体的外观对比之前的纯色版本有非常大的进步。在包装方面，以橙白色为主要基调，里面有拔键器，还有一根吸口的连接线，没有附赠防尘罩这一点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再改进一下的。毕竟一个防尘罩也要不了多少钱，但是对用户的体验影响还是蛮大的，希望以后可以安排上。键盘的外观方面啊，最近键圈大部分品牌都在玩 Gasky，所以整体键盘的厚度还是在往高处走的。但爱石头这把键盘的结构配合左右两边浅绿色的盖板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方正、简约，还有轻薄。键盘配列方面是一个87键的小变种，取消了键区之间的分隔，所以这把键盘对比常规的87键布局是要小一圈的。这么一点改变，在实际的使用体验中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手感上的变化，更多的是一个视觉上的改变，感觉这个键盘更加的迷你一些。作为一把全铝合金的键盘，整体的铝合金框架都是用拉伸膜加工的。两边额外增加了一块铝合金插片作为固定，就像铝厂的 F97也是采用类似的加工方式。好处就是时间成本会大幅度降低，整体键盘的售价也会更加有性价比。缺点就是没有办法做成一体成型的外壳，边框要靠拼接。背面的话就是爱石头的 logo。右下角这张贴纸啊，如果觉得不好看的话是可以撕掉的。键盘是单段的矫正，自带了一个6度左右的倾斜啊，因为键盘比较薄，所以说我觉得矫正还可以再稍微的加一些角度，会更加的舒服。键盘的电泳涂层方面，对比之前的阳极氧化，从观感和手感上来说都显得更加的柔和。在这个价位用电泳涂层的键盘，在我的印象中也就只有这一把了，所以是找不出什么竞争对手了。拿它去和那些大几千的刻字化套件比啊，那也不太现实。在接口附近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处理不太均匀的地方的。但任何产品嘛，都是得看售价，300多块钱能做成这样子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优秀了。在日常的使用中啊，电泳涂层还是得注意保护，不然很有可能会磕碰掉漆，这一点的话就得靠自己注意了。键帽这次也升级成了 PVD 材质的球帽，OEM 高度，在耐用性上对比之前的 ABS 材料肯定是要好很多了，厚度是1.18毫米。表面的质感还是偏类肤的，在个别比较极端的注入点位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瑕疵，这个算是显微镜级别的瑕疵了，日常使用中是不会注意到的，也可以说是我在吹毛求疵吧。但我觉得身为一个博主啊，这些点还是要尽可能的展现给观众看。轴体这次搭载的是爱石头的 i 神轴，作为一款不带防尘壁的轴体，它的轴心稳定性啊，如果说要找个标准的话，就是比樱桃红轴略好的水平，在回弹的过程中啊，依旧会保留一定的弹簧音。拆开之后可以看到内部是有做一点润滑的，但量比较少啊，只能说是保证了轴体的一个基本顺滑。边角在按压的过程中还是会略微的变沙一点点。大件方面，从 F187开始啊，就是爱石头的强项了。微型轴出厂做了润滑，杂音控制也很到位。接下来就是键盘的拆解环节啊，左右两边各有2颗螺丝，负责固定中框和侧板。用撬棒把顶部的硅胶片拿走之后，就可以卸下螺丝了。还有1颗螺丝是隐藏在右侧的塑料盖板中，同样是用撬棒处理。卸下盖板螺丝之后啊，按道理键盘内胆就是可以直接取出的了。可是我这把键盘就不那么讲道理啊，卡的比较紧，没有办法抽出来。问了三十君以后，看了他的视频啊，确实是这样没错，那可能就是公差的问题了。所以这里就只能从侧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，键盘内胆通过两边的开槽直接固定 PCB， 可以说是一个不太标准的传壳结构啊。铝壳最厚的地方有4.27毫米，最薄处0.92毫米，中间这一根弹簧用于防静电，搭配 CRV 的轴座。键盘在底部可以看到有3条 EV 的填充棉，打字的反馈还是可以的，有一点空腔音，但不会过于明显，也算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手感了。整体看起来，这把键盘在300档位啊，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全铝合金外壳，同时加了电泳涂层，还弥补了上一代 ABS 键帽观感不佳的问题。比较遗憾的是，键盘内部的硅胶夹心棉还是没有安排上，内部的夹心还是一个空缺的状态，轴体也只有 i 层轴一种可以选。但瑕不掩瑜啊，在300价位，说它是外观质感最好的成品键盘也不为过。毕竟目前冲着颜值去消费的人群肯定是不少的，至于能不能买，就看这把键盘的外观能不能打动你了。好了，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